然而赵大爷熟练的一个滑步出现在了金光圣母身后，左看右看，又拿出了一只卷轴，打开之后细细品读，不断的点头，再次成竹于胸，而后转过身出现在原本的位置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起定海神珠，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师妹，你可喜欢诗词丹青啊？金光圣母眨眨眼，虽然有些懵，但还是露出怯怯的笑容，点头答应一声。李长寿和众截教仙都是满头的黑线。某座跳出三界不入五行，隐于大道之间的仙殿中，身穿霞云道袍的青年道者提着青平剑就要往殿外冲，还好被几位随侍七仙之仙各种劝阻。老爷您莫生气，莫生气。公明师兄也没失礼，老爷您别着急。这逆徒，我是气他没失礼吗？老爷我赐他定海神珠就是让他干这个的，呸，气煞我也。自然这一幕也并不会为外人所见。半个时辰后，金鳌岛上散了场，东海之滨两道身影再次碰面。他们驾云行在蓝天白云间，又找了一处静谧的沙滩散步相谈，最后去了一处阴凉地，用布毯蒙上白纱。男子抱拳，女子欠身，二人各自入座，相隔6尺有余。这是应李长寿之邀，云霄赶来此地与李长寿的本体相见。杀人放火这种事儿可以让指道人来干，扬灰葬魂时指道人也能够出一点手感，但是跟云霄仙子从诗词歌赋聊到风花雪月这种事儿，还是本体来比较妥当。这里离着渡仙门也不算远，有麻烦呢也可以及时躲回小琼峰去。哎呀，这都什么不正经的事儿！李长寿发现自己来洪荒越久，对飘飘仙裙就越没有抵抗力，尤其是当云霄坐下时，那裙摆宛若盛开的牡丹花，每一条褶皱宛若花瓣交叠时的印痕，百看都不厌。自然了，两人还未到彼此心属的地步，那句绝杀的你真好看讲出来也达不到最佳的效果。两个人说了一阵赵公明与金光圣母之事，云霄觉得赵大爷的这门亲事此时还是有些勉强，李长寿也是附和的点点头。此时赵公明与金光圣母相约去了天外遨游，两个人也定下了约定，彼此相处一段时，若是觉得不合适，就不再提道理之事。云霄轻轻一叹，此事如何还能商量的？若非两情相悦，始终有些牵强。你这般想也有些不妥。李长寿在袖中取出了2只玉樽，倒满仙酿，将其中一只用仙力推到云霄的面前，口中说着，并非每段深情都能得到回应，也并非每段感情都开始于两情相悦，有时一人的坚持确实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，但是前提条件还是两个人有共同的交集，能自然的相处，有共同的话题。云霄仙子细细思量，接过玉樽轻轻一嗅，轻笑道，大哥那些话可是你教他的？这个你怎的会这般多哄女子开心的话？云霄轻嗔着，却并未有责怪之意。李长寿洒然而笑，总不能说自己有信息优势吧，于是他就正色道，啊，凡事算计惯了，大概也就多琢磨了一些，感情之事其实不该有那么多的算计，就如现在这般，我在你身侧，反而可以借着与你相处，放下那般多烦心俗事，就觉得颇为自在。啊，对了，这酒如何？比小妹酿的果酒口感要柔滑许多。云霄认真点评着，也多了一些先天灵物的气息，令元神都有些许陶醉，是少有的佳品。你喜欢就好。李长寿笑着拿出2只玉壶，用仙力包裹着，放到云霄的身旁。这是我最近琢磨的5行佳酿，采集5行灵气，
凝聚于朝露之中酿制而成，其他的都被山门内的酒仙人拿去了。你若是喝着不错，我稍后为你多酿造几坛。云霄的眸子中多了几分笑意，将杯中酒饮了些许，那双灵眸渐渐地带出了少许迷离。与你这般相处，也是我心底最宁静时。李长寿微微一愣，抬头看去，又见他抬手理着耳旁长发，脸颊划过少许的红晕，扭头看向安静的海面。一阵海风吹来，淡淡灵气环绕，李长寿的心底却是烙印下了这般画卷。但随之李长寿轻轻一叹，他干脆在毯子上躺了下来，枕着双手看着天上的云朵，胳膊也压到了云霄仙子的裙摆。怎了？云霄柔声问着，主动朝李长寿这边侧身，身周更是散出一缕缕玄妙道韵，遮掩了此地天机。他关切地问：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？若是可以对我言说的，我也可为你拿拿主意。如今我要忙的事就是辅佐天庭大兴，各类事务并无太大困难。但是近来境界又有所突破，加上在圣母宫中听圣人娘娘说了一些事，心底一直有一个难题得不到解答。可是与劫难有关。劫难？李长寿略微有些错愕。我前些年推算到道门有一场大劫，只是有关大劫的天机都被遮掩了，故此我才将2位妹妹关在岛上，不想她们在外乱走。原来如此。李长寿还以为云霄推算到了封神，他修为境界奇高，有这般预感倒是在情理之中。让我烦心的是天道。天道？天道。我现在又陷入了一个怪圈。以天庭举例，我参与到了天地间的大事中，所做的事得出的结果其实都符合天机推演的结果。比如天庭当收龙族，我便成了其中的棋子，帮了两边许多。但我反过来一想，现在是我心底想着顺势而为，若我有一天心底想着为某件事逆势而动，是不是正是这般逆的想法反而也会促成天机彰显的那个结果？天道之下，生灵当真有选择的余地吗？云霄闻言略微歪头，也陷入了思索中。李长寿缓缓闭上双眼，笑叹：不用多想，这只是一点胡乱冒出来的念头，大概生在天地间就逃不开天道的掌控吧。你忘了那遁去的一吗？自然记得，但谁又能保证自己在每件事中都能成为突破天机界限的变数？云霄莞尔一笑，我曾目睹过天道化生，无数条大道汇聚于天地间，交错编织，成就了天地之意志。也曾目睹道祖以造化玉蝶合道，补全天道不完整之处。你如今觉得被天道所绑，其实应当是道祖在安排你做一些事。天道本身并无半点意志，这般一想，是否轻松许多？这个角度倒是并未想过。李长寿的眼中多了许多光亮。你可知我们截教的教义？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性子中总欢喜稳妥，以至于对旁人都难以完全信任。但有时这一线生机并不会应在自己身上。互助互帮，有难同度，这是老师曾教导我们这些弟子的道理。李长寿眉头微微皱起，心底细细品味着这般话语，虽然没有什么豁然开朗之感，但又像是握住了一条绳索。
跟前辈高人谈心，对咱修行当真是大有裨益啊。哼，现在又知我是前辈了。云霄轻哼了一声，眉角却带着少许笑意。白云依依，海浪徐徐，两个人在海边林荫静静地待着，时不时言说趣事，抚琴奏笛，任凭岁月化作了光影，不觉西天落日，星夜迟迟。与此同时，靠近五部洲的一处大千世界中，几道身影已经顺利碰面。此大千世界与众大千世界一般，都是洪荒碎片所化。在此地碰头的这几道身影，也都非普通人物。其中最为显眼的，便是那骑着青毛神兽、面容颇为英俊的青年道者灵山地藏。他来后尚未开口，背后缓缓升起一只宝旗，这宝旗为青蓝底色，其上绣着朵朵莲花，升到空中便绽放出璀璨金光，又有白旗下落，将这荒无人烟之地眨眼间化作仙境一般。青莲宝色旗。诸位，地藏微微一笑，寒暄都懒得半句，径直道：可愿一直被那天庭，被那人教欺凌？周遭那几道黑影顿时陷入了沉默，一言不发。谛听神兽缓缓趴下，身上青光流转，监察方圆数万里。地藏坐在谛听背上，开口：各位都是上古巨擘，而今却被天庭算计得如此凄惨，各自手下甚至子孙命丧妖圣山，成了天庭扬威之踏脚石，心底当真就甘愿忍耐？据我所知，妖族太子殿下在妖圣山也受重伤，妖族中兴之气运，如今微薄的如那西山之日暮，各位心头可有遗憾呢？贫道不愿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，此次要各位前来正式商议，便是为了那对付天庭之事。诸位有条件可以直接提，我灵山需要一个因果，需要借妖族之名义，以报此前为道门三教所辱之恨，否则引发圣人大战，着实不美。那阴影中有一头被包裹在漆黑浓艳中的狮子精，一开口却是粗犷的女声：我们冒着被圣人针对的风险，灵山能给我们什么？一颗莲子。地藏左手张开，有一颗金光闪耀、形状不算规则的莲子，轻轻闪烁光亮。这莲子一拿出来，就散发出淡淡的晦涩道韵。一头蹲坐在地上的猿猴老妖掐指推算，沉声道：好宝贝，12品金莲所结，既可令太子殿下早日痊愈，也可让太子殿下道行精进。不够。有个浑身沾满了黑色岩石的妖族高手冷声回了句。地藏含笑点头，又拿出了一只卷轴，推给了那只老猿猴。老猿猴把卷轴小心翼翼地打开，其内闪烁出道道金光，却是一门功法。地藏淡然道：上古妖庭遗失的化灵补心录，可令妖族不再愁妖兵，如何？在此地的这几头老妖依然有些犹豫，那老猿猴已是开口道：此2件宝物已足以让我妖族与你灵山联手。联手？地藏微微扭头，像是听错了什么，随之哑然失笑，在怀中捏出了一点金光。这金光迅速膨胀，化作了一只四方大印，被地藏托在掌心。大印之上雕刻着一众大妖，其上共分为6层，最上一层的是2只金乌展翅高提，倒数第2层是鲲鹏托顶，10头巨妖仰头怒吼。周遭这几头大妖立刻站起身来，一个个面色凝重，气息不畅，眼底光芒闪烁不定。地藏悠然道：我要的是在这场算计里，你妖族听命于我，令行禁止，不可违抗。只要走到最后一步算计，
无论最后成与不成，要听天地应喜送归妖族。诸位如何呀？宝旗金光中，这几头老妖缓缓低头，再无其他言语。地藏坐下，谛听见此状，有些无聊地打了个哈欠，禁不住在心底吐槽：残费了这么大功夫找回来的2件宝贝，就这么被你拿出去赌了。你个败家的主人哟，说不定血本无归哟。安静！地藏心底哼了一声，此次借刀杀人，我有17层算计，倒看那水神如何赢我。从现在开始，要有威严之感。谛听顿时咧嘴一笑，情报有误啊！渡仙门，小琼峰，李长寿星夜回返，带着少许遗憾。回到小琼峰后，便将身上的酒气蒸干，顺便清理掉了元神周遭缠绕的醉意。不是说云霄喝多了就喜欢跳舞吗？这次本来是奔着看他跳舞去的，结果喝了2大坛仙酿。他只是面色微红，我的元神快挨不住了。算了，可能是气氛烘托没到位，2个人的关系还不算太亲近吧。闪身回了炼丹房，李长寿本体找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藏好，一直守着丹炉的指导人眼中顿时多了几分灵光，心神挪移。仙石扫了眼湖边草屋中闭关修行的灵娥，显然此前6000遍稳字经让他大有裨益，在稳道上前行了一大步。做师兄的心底满满的感动，也会有少许的成就感。